這部電影本來是 Chris Evans 主演 ，Neil Blomkamp 執導，結果全換了，加上 COVID 把它打進 VOD， 你就這樣跳過了一部末日神片。好，先說一件事，我在做這支影片之前問了幾個身邊的人，你看過《天劫倒數》嗎？8成的答案是沒有，剩下2成是等等，那是什麼？這就是疫情搞的好事。一部品質夠硬的片，就這樣莫名其妙消失在 VOD 的浪潮裡。如果你不想繼續錯過好片，現在先幫老頭 Z 按個訂閱，演算法夠殘忍的，不定你真的再也找不到這裡。先看數字，爛番茄83%，評論界說這是近年最出色的災難片之一 ，IMDB 卻只有6.4 ，Letterboxd 也才2.92。对，就是那種影評界喊香，普通觀眾覺得怪的分裂局面。現在你可以在 Netflix 部分國家、Apple TV 或 Prime Video 租看這部片。台灣的觀眾可以直接查 Just Watch 確認哪個平台有上架。分數低不代表它不好，代表的是它讓很多人沒拿到他們以為的東西。本片的命運很慘烈，原定2020年院線公映，被疫情一延再延，北美最後只能改成 VOD 上架。北美觀眾根本没有機會在大熒幕感受那個衝擊感，但歐洲的院線提早開了，比利時、荷蘭、德國直接把它推上票房前3名。換句話說，這部片你在手機上看和在電影院看，體感差距大概就像把剛出爐的烤番薯放冷了再吃，它本來應該熱着吃的。更大的問題是 Gerard Butler 這個名字，你腦海裡跳出来的畫面是什麼？300的肌肉，空軍1號淪陷的打架，地球浩劫的尬科幻。他演了太多看一眼就知道結局的動作爽片，觀眾一聽到他主演新災難片，第一反應都是喔，又是他一個人要救地球，然後直接略過。但這次 Butler 沒有試圖救任何人，他就是一個普通爸爸，拼命讓家人活下去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家裡開烤肉趴，突然手機跳出政府簡訊，告訴你你的家人已被選入緊急疏散計劃，請立刻前往指定地點。附近的鄰居沒收到，就你第一個念頭會是什麼？是鬆了口氣，還是突然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？這就是天劫倒數的開場設計，5分鐘內他就把你丟進了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思想實驗裡。先講一下故事骨架，結構工程師 John Garrity 和老婆 Allison 婚姻瀕臨破裂，兩人幾乎快沒辦法同住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顆命名叫克拉克的大型彗星出現了，官方說沒事，只是掠過。結果第一批碎片直接把坦帕市夷平，全球進入末日倒數。長一家3口莫名其妙被政府列入疏散名單，要搭軍機去格陵蘭的地下碉堡，但去格陵蘭的路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。這裡是這部片最讓我不寒而栗的概念。政府用演算法選人疏散，你可以活，不是因為你是好人，不是因為你付得起錢，而是因為演算法覺得你的社會重建價值夠高。鐘是結構工程師，所以被選上了。但他兒子 Nathan 有糖尿病，在機場直接被系統踢掉，醫療需求太高，你沒有疏散資格。你有沒有感覺有什麼東西在脊背上爬？這不是純科幻，這是把現實中的公共衛生政策邏輯推到極端以後它長的樣子。電影沒說政府是壞人，這才是真正讓人惡心的地方。機場那場戲是整部片節奏最崩潰的一段，一家3口要一起搭軍機，就因為兒子被拒於門外，3個人在鬼門關口分散了。這樣獨自上機之後發現不對，跑回去找老婆小孩，班機已走。附近的人有在哭的，有在搶的，有人假裝好心，實際上打你疏散馬主意的。這段拍得好的地方是，它讓你意識到，在末日面前，陌生人的善意是全世界最稀缺的資源。本片不靠炸大樓來嚇你，它用的是社會結構的快速腐蝕。收音機裡有人在廣播搶物資的地點，高速公路全面癱瘓，超市被掃空，有人假扮家屬要騙你的疏散資格，有人用槍指着你要你說密碼。這種崩潰的速度比任何彗星衝擊都更讓人沮喪，因為你知道這不是天災，這是人禍。Morena Baccarin 在這部片裡的戲份，老頭 Z 認為比 Butler 還要精彩。Allison 和丈夫拆散之後，獨自帶着糖尿病發作的兒子找胰島素、找避難所、找任何一個願意幫忙的人。他不是那種站在後面等人救的花瓶角色，他一邊處理兒子的病況，一邊判斷要不要相信陌生人，一邊消化我老公到底在哪裡的心理壓力。有一幕，他眼神空洞望着公路的方向，沒有一句台詞，但那個沉默比任何台詞都還要重。很多人看完說這條支線比主線更好看，我也這樣覺得。等等，我剛才一直說這是部反類型災難片，但那說的不夠準確。準確的說法是，它是一部用末日包裝的婚姻修復片，而且這個轉換做得非常自然。你不會在看的時候皺眉頭說：“你想說什麼？”
Gerard Butler 在這部片裡最讓我意外的是，他幾乎什麼都沒做，沒有一拳打爆反派，沒有用工程知識炸掉彗星，沒有最後5秒奇蹟反轉，他就是一個犯了錯的丈夫，一個跑得比旁人慢半步的普通爸爸，在做每一個決定的時候都不確定對不對。這種主角的無力感在商業災難片裡幾乎是異類，但正是這個選擇讓整部片站住了腳。如果是你在那個位置，政府點了你的名可以去避難，但你孩子被拒絕了，你怎麼辦？你先走，還是你一起留下？這不是選擇題，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。但電影把這個問題丟給你以後，接下來2小時你都在替 John 的每個決定心跳加速。這就是好編劇應該做的事兒，不給答案，只是讓你跟主角一起陷入那個爛透了的困境裡。但這部片有一個地方真的讓我坐不住，災難場面太吝啬了。彗星打穿大氣層，你只能透過新聞畫中畫小小看到一丁點兒。坦帕被夷平，剪接1秒帶過，最終撞擊，在碉堡裡聽一聲悶響，然後劇終。我知道導演要的是人性視角，但你花2個小時跟着這家人逃命，最後連一個原來這麼大的爆炸呀的滿足感都沒給。說不心虛，我不信。這個選擇有它的理由，但真的很難不出戲。結局也是個問題。前面90分鐘把社會崩潰描寫得非常細緻，結果最後5分鐘直接9個月後大家走出碉堡，準備重建地球。切，劇中這個跳躍感就像一本認真寫了3章的小說，第4章打了個以下省略。末日後的世界長什麼樣？人性有沒有被改變？一個問題都沒有回答。但老頭子必須說，這部片真正讓人背後發涼的地方不是彗星，是那個系統選人的概念。政府在末日前就已經決定好誰值得活下去。電影沒有把這個機制拍成反派，甚至讓你理解政府的邏輯：資源有限，必須保存有重建能力的人口。但你同時也看到那些沒被選上的人臉上的神情，絕望與憤怒同時存在。他逼你去問：如果末日真的來了，你願意接受一個這樣公平但殘忍的系統嗎？這個問題不舒服，但它是本片最誠實的地方。如果要找一個最接近的比較對象，我會說這部片比較像是批版的世界大戰，而不是2012。2012給你視覺奇觀和超級英雄奇蹟，天劫倒數，給你的是眼睜睜看着文明倒塌，英雄救不了任何人，最後活下來只是因為運氣剛好夠好。2種都是災難片，但體感完全不同。前者像坐雲霄飞車，後者像讀末日日記。你現在想要哪一種？所以誰應該看這部片？你看災難片是為了城市爆炸的視覺快感，大概會失望。但如果你喜歡末日真的來了，人會怎樣的思想實驗？如果你对家庭在極端壓力下修復或崩潰這個主題有興趣，這部片就是你在找的東西。它不是神作，但在商業災難片的格局裡，他做了一件難得的事，他說了一個真實的人的故事，而不是一個關於英雄的傳說。回頭說那個最迷人的幕後故事，原版班底是 Chris Evans 主演， Neil Blomkamp 執導，聽起來是不是完全不同的電影？那個版本很可能更科幻，更有視覺野心，更有第9禁區的那種骯髒質感。但2個人都因行程問題退出了 ，Gerard Butler 頂上來，還成了制作人之一。有時候在想，原版的天劫倒數到底會長什麼樣？這種平行宇宙感比彗星還讓老頭自己糾結。我的立場是，天劫倒數是一部被 COVID 和 Butler 的名聲合謀埋沒的誠實好片，不完美但誠實。在每部災難片都想當史詩的時代，他只想說一個家庭的故事，這很難得。那我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末日真的來了，政府用演算法決定誰能避難，你覺得依照社會貢獻度選人這個邏輯是合理還是殘忍？留言告訴我你的立場，我看到沒有？中立答案的留言就會特別想回。覺得這支影片有意思的話，訂閱一下。影視觀測站裡還有很多沒人告訴你的好片在等着你。